俄罗斯煤是怎么回事？近年来，中国大量的进口了俄罗斯的煤，包括焦煤和肥煤。这些煤的化验指标都非常之好，外质很高，基质很高，挥发分适中，硫分很低。按照我们国内的标准，这是非常好的炼焦煤。但是这个煤拿去一做热强度，它是非常的低。比如说，同样的肥煤，中国的相近指标的煤做出来是70左右，它做出来是30左右，那就差得非常之大了。那它是怎么回事呢？我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碰到这个煤，我会怎么思考？第一个，我拿到它的化验单，我会把它的好处和坏处做一个剖析。那它的好处显而易见，刚才都说了。那它的坏处我再做分析。第一个，我看它碱金属含量相对的是比较高一点，但是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会把它热强度减上个2到3，这就是碱金属对它的副作用。第二个呢，由于它的成煤期较晚，它也没有经过比较好的变质过程，所以成煤期我会给它热强度减2，变质程度热强度减1，把这些因素算下来，应该是比国内相同的煤减个6个到7个的热强度，这就是它真实的副作用。剩下的30左右的热强度去了哪里呢？为什么差的这么多呢？我们从煤天地质学的角度对这个东西做评价的时候，我首先看到它的是它有一个化验指标，就是煤盐主分，它静止主分通常是95到99，这个指标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按照我们地质学的评价的方法，这是一个好指标，它是个优势。这么高的静止主分就意味着它在炼焦过程中对焦炭的粘结性和结焦性的贡献非常之好。但是它为什么强度差了呢？这里边就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它静止主分非常之好，它没有惰性主分了，它不能有一个良好的匹配，导致它的强度变差。从我这个专业角度，我就不会抛弃它。面对这个问题，我会做另外的一个评估。第一个，我就会找和它相近的煤在国际上是怎么使用的，就是说世界上有没有和它相近的煤，它的价值怎么样。我一看一查，当然是有。这个煤和日本北海道的一个肥煤非常相似，它曾经是日本焦化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力煤种，当时日本人对它给予高度的评价。后来在上世纪末关掉了以后，日本人在中国到处找这个煤，北海道那个煤静止度就是这么高。这是我碰到这个专业问题的第一个方法，我有信心了，它没问题。第二个，我就会找和它匹配的煤，也就是说通过和它的匹配能够1+1等于3，这是我的第二个思考的逻辑。那么我就想，谁会和这个俄罗斯煤有一个很好的匹配，能够达到这种共同油化的效果呢？好，那我一看，澳大利亚有许多煤和它正好相反，有的煤湿质主分，也就是惰性主分达到了60%，甚至于更多，它的静止主分呢就是30或者是40。我首先反映的就是这两个煤一定有很好的互补性，那么它们的加合就是一个增值的过程。做出这个判断，我就知道这个煤应该怎么用，我就会找和它匹配的那个煤来实现这个资源的优化，来创造一个更好的使用效果。这就是我对俄罗斯煤的一个评价和解释。谢谢大家。